没他活不了了。是。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啊。我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，他是挺讲道理、挺坑坑的一个人。可到最后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导致到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他现在就是可能对我有意见，就是嫌我猜疑心太强。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女孩都会有这一点，而且我可能也是因为太过于爱他的原因。因为我们那时候认识是在那个开心网上偷菜，我发现有个男孩经常在半夜的时候偷我的菜，我就问他为什么偷我的菜，怎么了？但是我跟他聊天嘛，通过1个多月的聊天，我觉得他这个人说话挺风趣的，然后我就觉得挺好的，就在一起了。在一起之后，刚开始他是做房地产销售的，然后我们就天天在一起，那个时候的时光是特别快乐的。然后过了2个多月，他就是因为房地产不景气，他就换工作了，做了演员这一行。经常就是要去外地拍戏，然后一去好长时间。有一次，那是他第1次出去拍戏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忍不住就是翻他信息嘛。结果真有个就是女孩给他发信息，叫他亲爱的呀、宝贝儿怎么样？我也知道剧组就是美女很多嘛，再加上这个短信的事儿，我就也就是开始就不信任他了。然后就是他去拍戏的时候，我就是经常会给他打电话，然后他就不接，一不接我就急了，一个接一个的打，一天会给打上百通电话，渐渐的他就烦了，给我提分手。你的电话你已经影响到了我的工作，走之前我就跟你说过，如果你打电话我没有接，我肯定是在工作，不方便接电话。刚开始的时候之后我会回过你。是这样的，刚开始的时候你只要打电话打到我的手机，甚至停电，哪怕1个字你也得回我，因为人家说了，一个人爱一个人程度和回信息的程度的速度是成正比的。这是谁说的呀？如果你不那么打1句，我还不会觉得我有多么大的负担在你身上。就是因为这个事儿，他就轻易的跟我提了分手。怎么没分掉呢？他在长春拍戏，那是11月份，我就买了站票，他那也挺少的，我就站了1夜，站过去了，人特别多，火车上。当时他到那个地方，我也觉得挺感动的。所以你就不分了是吧？对，当时我说句实话，有点不忍心。后来呢？好了之后，但是没过多久还是一样，生活还是一样，他还是要长期去外地拍戏，就我自己在家。你今年不是只有24岁吗？为什么不工作呀？因为当时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是也刚大学毕业出来，然后不好找工作。他就说：“宝贝儿，工作不好找，你就待在家给老公洗衣服、做饭什么的，我养着你怎么的。”我说让你不找工作，不是说你一直可以待下去，人要有自己的事，要有自己的工作，要有自己的交际圈。你刚开始不是这样说的，你说你就待在家给我洗衣服、做饭就行了，我就为了那总不能你总不能一辈子这样下去吧？我就是为了他支持他的事业，我在放弃我事业。最后他老说你支持我的事业，可是你理解我的事业吗？你理解过我吗？他也就是一直逼着我出去工作什么的。好，那你干嘛不工作呀？因为刚开始他觉得平面设计这一块就是挺好找工作的，他就给我报了一个班儿，我挺不愿意去的，我也不愿意学。当时是因为我怕他不开心，我就去试试看。结果我也不知道怎么呢，我就不像以前那样擅长与人交流，就感觉和大家融不到一块儿，没有话跟他们说。我觉得我世界里只有他一个人，我只能跟他谈得来，而且我也学不进去，所以我就坚持了没几天，我就不去了。你可以不工作，我可以花钱给你报班，让你去学习。为了什么？我想让你走出去，有一个你自己的。那你以前都不让我走出去，那证明你现在已经不爱我了。你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让我出去工作？以前你都不这样。你说报班不愿意学，去健身房是你自己提出来的。你说可以去练瑜伽，可以去跳舞，花几千块钱办了一张年卡，你又去了几天，拢共加起来也没有半个月。这怎么解释？这是一个去让你放松的地方，你都放松不下来。因为他一直跟我说，就是喜欢以前那个活泼开朗、就蹦蹦跳跳的我，然后我就想去学学看，但是结果还是一样，就是我去了之后就融入不到他们那种氛围。他们就特别快乐，然后在那蹦啊跳啊的，还弹得特别蓝，然后就我自己躲在角落里，我就心里就更难受。这样还不如我回家待着吧，然后我就去了几天就没去了。是不是现在你的世界里只有他呀？是。你们俩认识多久？4年了。就是你4年一直过的这样的生活呀？是。你为什么也没找工作呀？好的公司人家就是说，就是不要这种没经验的。你家里人知道你跟这个小伙子谈恋爱吗？知道，父母还是就是挺不同意的，因为他说演员这行不靠谱。
因为他，我就现在父母不怎么联系，我经常劝你，我说你如果果没事的话，你回去看看。我劝过你，你不愿意回去，这个结你总是要解开的。他总是说你回去看，但是平时他又说你不要回家，回家你老公这家里都没人照顾，没人收拾。你看老公天天在外面，而且我的朋友还有我以前有好多闺蜜，我们经常出去玩啊怎么的，我也挺开心的。然后就是因为他，我的闺蜜也没有了。可是你的闺蜜都是什么人？但这是因为他过生日。作为一个女孩，抽烟喝酒还能干什么好事？你说你问他们能学到什么？就是他过生日，然后说去 KTV， 我让他去，他不去，然后就跟那女孩我们一帮朋友去了，然后可能就晚了一点回家，然后就喝了点酒，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朋友说，他说你以后喝酒都别叫上他，然后我朋友还打电话说你交着什么样的男朋友啊？我就是因为护着他和我朋友还吵起来。你们俩就已经这么坚持了4年了，是吧？对，就是这样一直。下一步你的打算是什么？我接下来打算，我觉得我们俩有必要试试分开。这么多年，其实都挺痛苦的。我不觉得痛苦，因为他对我挺好的，他就是把工资都打到卡上，把卡都给我，然后钱都让我保管，但是我从来也不乱花钱。那他现在经常回家吗？不，而且回家待的时间很短。你告诉我，他不在家的一天你是怎么过的？我就待那儿，然后看着时间，想着他这会儿干嘛呢？然后在他的生活里边没有白天。打电话，就这样。然后现在就是黑白颠倒了，晚上就是睡不着觉，白天就是睡觉，就这样。他有没有类似于像自杀这样的举动？有，只要是我们一闹矛盾，我不活了，我撞车去，我跳楼去，我就在后边追，我在后边撵。万一你说一个不小心出点什么事儿，我可真的负不起这个责任。你现在是害怕跟他分手，还是说不想跟他分手？说句实话，我现在是挺想分开的，可是我有点不放心，不知道他以后一个人会怎么生活，怕他就是有时候想不开，做一些这个极端的行为。我觉得换任何一个人应该都会这么去做。但是他说他关心我。你是怎么把一个阳光积极向上的女孩用了4年的时间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女孩的？我是经常在外地的，他自己待在家里边，就可能就是长时间下去，给他造成了一种这个环境呀，或者是他周围的这些人给他造成了一定的因素啊。为什么不工作？他每次就是他说你自己，别老说他。因为我觉得你学什么的？学那个商务的。你的学历是什么？本科。本科。可能是长时间习惯，我就只想着就是平平凡凡的，然后就是跟他成一个家。因为我从小就是什么，我爸妈他们就是特别爱吵架，还有打架，所以在感情这方面我就是特别就是没有那种安全感。我就是特别不相信男的，因为我从小看我爸爸经常打我妈妈，然后我就想着我长大了之后我要找一个只要他对我好，我就是愿意为他放弃一切，就是在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事业，我就是这样想的。好吧，如果他今天就走了，你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想都不敢想是吧？我在看文案的时候，编导说他是这么一个人的时候，我脑海里面一下我就恍惚了一下，有一个跟他最像的，只不过岁数比他稍微大一点。我特别让他们准备了一段视频资料，我让你看一下，你看看像不像你？来，我盼望着有一天他回来了，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。所以那时候我每天虽然是很累很艰苦，但是我满怀着希望。我每天累得要死的时候，回到家里对着我们的相片，我会跟他说：“老公，我回来了，我今天都干了什么什么，我今天赚了多少钱，我已经扛得太多了。”所以我当时就想开了，可能我的离去是对他，我爱的人，一个最好的方式吧。能拥有这个孩子是我这么多年的梦想。就在我把这个消息都告诉给我家人和身边的朋友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我们不能结婚，让我把孩子打了吧，因为那个天是个冬天，很冷，我身体也着了凉，我就吃什么吐什么，7天7夜没有吃东西，吃不下。我去医院是想把这个毛病治好，让我顺利把孩子生下来，可是他接着去医院给我买打胎药啊。
这个时候我很无助，我这么多年在外面打工，我从了吃多少苦，我都没有跟家人说过，我没有跟父母抱怨过，说我多么的不容易，都是说我在外面很好很好。可是这次我第一次给家人打了电话，我说爸爸救救我，妈妈救救我，妹妹救救我。可是他们没有人能救得了我。你看这个什么感受？像你吗？我觉得我比他好。你怎么比他好？他确实比你惨。这个女孩子自己打工挣钱，把她的男朋友送到了美国去读书。男朋友从美国回来之后，发生了重大的情变，就要跟她分手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是比他好是吧？是。你比他好在哪儿啊？因为他对我好。这不是同样是要分手吗？但我觉得你觉得你像他吗？不像。好，如果有一天他决绝的就要跟你分手，就跟那个女孩一样，你就面对这个问题了，怎么办？我不分，我宁可死，我都不跟他分。你不觉得你的思想有点太偏激了吗？他经常还骂我，就说你有病。有一次我就是因为在一家彩票店买彩票，然后他就不想让那个老板卖我彩票，他去给那个老板说，他说这是我媳妇儿，就是脑子有问题，你别卖她了。他那时候是玩那个刮刮乐，他坐在那儿一天好几个小时不干什么活，就刮那玩意儿。那得多少钱啊？一共加起来将近2万块钱。没有，就是那天我看，就是我们小区有个老太太买了一个5块钱的，就是她刮，结果刮了25万，然后把家房再重新装修了一遍。我就想着我今天在家没事儿，然后她也鼓励我。可是你不觉得这个占便宜的事儿离你太远了吗？然后你能现实一点吗？我就想着这既能挣钱，又可以打发时间，我就去了。我还中了5000块钱呢。不是你投了多少钱啊？那1万中了5000。啊，那不等于赔了5000吗？我就跟你说，我别想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，就既然这个馅饼能把你砸死，你偏不信。但你也不应该给人家说我脑子有病啊。那我不说你脑子有病，那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会花2万块钱去中5000块钱，结果全部赔进去？你省下什么钱了？你说给我省钱？你想想，我天天自己在家也没事，而且你每次回家之后，你在家里边没事，我给你办了班让你去学习，你为什么不去？你每次回家之后，你就是往沙发上一躺，你要么看电视，要么就睡觉。家里的家务都是我干。每次他去剧组拍戏的时候，比如说去拍20天，他就会带20双袜子，干干净净的袜子带出去，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就给我带回来20双脏袜子，就是让我洗。我还每次给他做饭什么，等他回家，他不爱吃肉，然后我就跟着他，我就不吃肉。其实我特别爱吃肉，我就跟他吃素。但是我想着他在剧组就是条件特别艰苦，怕他吃不好，我就在网上查起，学各种炒鸡蛋、煎鸡蛋，给他做各种鸡蛋吃。因为他除了蒸鸡蛋、做鸡蛋，还有别的菜吗？因为他就只吃鸡蛋。你心里还有他吗？除了责任之外，你还爱他吗？我现在只是挺害怕的，如果一句话说错了，他可能就会发脾气。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说你就喜欢我小心眼，就是喜欢我的小脾气，就是要宠着我、惯着我的。可是你应该有个度，有个分寸。那你现在不是也对我挺好的吗？从来就不打我。好嘛，就说一个男人不打你就是对你好是吗？对，而且他还经常给我买奶喝，他觉得我自己在家懒得做饭，经常吃不好，然后他就给我每次回来就会给我买好几箱奶放那让我喝。我再问你啊，从今天开始你们俩还是男女朋友，但是他不给你钱了，你能独立生存吗？有点难。